北约峰会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增加对乌援助，包括反坦克武器、防空武器和无人机等攻击性武器。请问一下，秦先生，北约继续对乌加码大批军援，会不会改变战场形势？从这2天乌克兰方面和北约这个进行一些会议来看的话，乌克兰方面提出每天需要500枚标枪导弹和500枚毒刺导弹，就是2种导弹各500枚。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消耗量还是很大的啊。10天就5000枚，20天就1万枚。这样大的一个消耗量，像这个标枪这样导弹，看似性能很好，但是它造价很昂贵，标枪大概27万美元一枚。虽然方便士兵了，但是它整个技术含量都是在这个导弹里。那么一旦没有快速大量的这种有效的支援和补充的话，实际上这个我认为还是无法对抗大规模的坦克集群的。当然，局部可能会对俄军造成一些这个损害甚至一些阻扰的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前面说了，这样的导弹需要大量的补充，一旦没有大量的后援的话，强有力的后援和补充的话，依然是难以为继。西方媒体称，鉴于俄军频频使用冷堡岸舰导弹和口径巡航导弹攻击乌军地面目标，北约正磋商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请教一下白先生，北约从黑海方向施压，对俄威胁有多大？俄罗斯可能会如何应对呢？其实，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英国就曾经跟乌克兰谈过，提供这个所谓海军打击导弹 NASM 的相关计划，但是当时那个计划呢，并没有执行。主要的考虑呢有几点，一点是乌克兰方面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训练出操作相关导弹的人员，而北约也不太敢派出自己的人员来操作相关导弹。其次呢，就是任何的一款反舰导弹，它想要投入使用，并不是说单纯的导弹而已，它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说，如果通过陆路的方式，那么在进入到乌克兰边境之后，马上就会成为俄军空中力量的这种打击目标。而且呢，我们说像 NSM 这样的导弹呢，它的射程其实也就是158公里，就是100海里，跟乌克兰现在的这个原点导弹之间的这个射程差别基本上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所谓的反舰导弹呢，能否给乌克兰迅速的提高反舰能力，外界是担心和怀疑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会出现北约跟俄罗斯，比如说中间出现摩擦的情况。所以呢，现在更多人都分析这个所谓的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呢，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实际上呢是很难向乌克兰进行导弹的交付。除了美制标枪、英制新劳式反坦克导弹以外，德国方面也表示已经运抵乌克兰2650枚斗牛式反坦克火箭筒。这款火箭筒被称为是一种巷战利器。请教一下石先生，乌克兰方面不断部署巷战，您是如何看呢？这会对老百姓造成怎样的伤害？乌克兰不是决心要和俄军进行巷战，而是呢，他硬着头皮呢在和俄军打。原因很简单，美国呢现在没有发话让乌克兰停下来，而是美国现在不断的给乌克兰呢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目的很明显，就是让乌克兰呢继续和俄罗斯呢打下去，借着乌克兰之手呢削弱俄罗斯。至于乌克兰变成什么样子，压根儿不是美国的关心的事情。那现在呢，美国既然没有发话，乌克兰呢也不敢停，因为呢乌克兰的政客已经把自己卖给了西方。那现在呢，美国作为西方的老大呢，压根儿就没有发话，他呢就不敢停下来了，只能是继续和俄军呢打下去。但是明显的乌克兰这是损失最大的一方吧。每天呢是乌克兰的城市呢基础设施在遭到攻击是大量的乌克兰的民众在外逃整个国家呢已经是山河破碎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再打下去呢，能落着什么好呢？只不过呢是替着西方呢，作为代理人去消耗呢俄罗斯，仅此而已。